帽会不会做失败呢？那我的嘴唇会不会肿得跟香肠一样呢？嗨，欢迎大家回到 Gina TV。做纹绣呢，最重要的就是卫生和安全。那我们今天就来分析几点，教大家怎么去慎选纹绣师。第一点，我们要留意纹绣师的作品风格是不是你所喜欢的，并且是不是有定期在做进修？因为我觉得纹绣业和美发美甲业有点像。举例来说呢，每1、2年之间呢，常常就会出一些流行性的东西，例如说厂商可能会出了不同的色料，或者是不同的针具、不同的手法，这些等等类的，我觉得都可以就是多加研究，因为不同的手法的确会做出不太一样的作品。那因为我们一定要常常更新我们的技术，这样我们才会走在流行的尖端。第二个呢，要看看它是不是使用抛弃式的1人1套的工具，因为其实这会关系到我们的卫生问题。那也当然就是环境的卫生，然后针具的卫生，这些可能都要多加注意，因为其实这是一个纹绣师的基本的从业精神。所以如果假设他没有这么做的话，那卫生就是有问题啦。你如果想想看，如果是有人拿着抽过别人的针来戳你，那简直就是不能接受吧。第三个，要询问店家是不是使用不含重金属色料，并且要提供 SGS 检验不含重金属色料的报告。千万不要追求留色5到10年的眉毛，因为眉毛如果可以留色这么久呢，一定是含有重金属色料啊。很多人却没有办法想通，他们就会觉得为什么有的纹绣师做出来的作品只可以1、2年，而且时间怎么这么短？它的色料一定很烂，然后那个可以维持5年的，它的色料一定很棒。那我觉得完全是错误的。正常一个好的色料，它不含重金属的话，它真的没有办法维持那么久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们也要帮大家改一下观念，千万不要追求留色率非常非常好的色料，那往往就是一个陷阱。第四个呢，我觉得可能建议大家选择有合法登记的店家，因为有合法登记的店家呢，他就表示他不能常常搬家，他不会拿这个来冒风险。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，那他肯定很多东西都要按照标准规则来走，例如说，抛弃式1人1套的工具，这个他一定要遵守。那卫生消毒这些要遵守，当然可能不含重金属色料，这个他也必须要遵守，否则他在做客人的时候，他往往可能常常会有出现客诉的状况。所以我觉得营业登记的店家也是蛮重要的。第5个呢，检视纹绣师是否有第三方公证单位的检定合格证书，例如内政部核定的协会检定的考试合格证书。因为初级技术的检定只代表纹绣师有学习标准作业流程，若是连简单的流程初级检定都没有的话，那顾客们可想而知。这个纹绣师他有没有可能步骤错误？那我们怎么知道他流程是不是正确，有符合标准规范呢？这样大家都明白要如何选择一个优秀的纹绣师了吗？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，也请你在下方留言，我都会尽快的回复你哦。Gina TV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在下方帮我按订阅，并且要打开铃铛，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最新消息。顺便再帮我按个赞再走哦，拜拜。